台湾的宣学体系早就已被神道教文化冲击，悄悄的污染了。它的紫微斗数吸收了这个占星的东西，日本占星其实全是糟粕啊！台湾的姓名学就是学日本的81品动数，天格、地格、人格、外格、土格，花天下之大计而不扯淡啊！就是我们的姓名取的，第一我们注重五行啊，还有呢。文字有能量，所以你看我们中的符咒，它也是天地的意志。这种污染是没有办法说逆转的嘛？回归啊，你回归啊。道元老师就很适合当老师。我们家族承袭了中国的文脉。大家好，我是道元。2026年，你是否期盼时来运转，可是却不知道从何处着手？是否有做某一件大事的行动计划，却找不到合适的时间点？如果你也存在着这样的问题，现在就加入我的移星换斗改运群吧，让先生为你开启一扇门。我将依循千年风水的智慧，不空谈玄理，只务实于方法，教你清晰定位，改变家中新一年的旺位与煞位，系统学习如何催吉化凶。在我的群里，你将获得9宫飞星的实战布局，详解2026年的流年方位，提供可以操作的布置方案，个人流年关键的提醒，结合生肖点明运势趋势与注意事项，定期答疑与点播，针对你的具体格局提供调整的思路。入群还可以享受一份专属于2026年的流年运势摘要，参与抽取开关祈福春联及太岁护身牌，这是先生自己亲自设计的，天官赐福，然后呢门庭焕彩。然后首先我们打开它，然后这里面其实每一个都是有开关的，贴门上的2个福字。有一个横批，天官赐福，对联年年有余，紫气东来，八方来财，黄金万两，财源广进，大展宏图。这一边呢，岁岁平安，喜气盈门，五谷丰登，十全十美，幸福安康，金玉满堂，万事如意。这是先生亲自设计的。那里面有很多的元素啦，有门神啦，有财神啦，有五鬼运财局啦，有北斗七星阵啦，全部融入到这个对联里面。那你试想一下，你把它拿回去贴到门上面，这个风一吹进来，从你的大门进去，都是纳的是什么财气啊，纳的是贵气。所以呢，这是先生在2026年亲自设计的，就应对这2026年、2027年的赤马红羊。然后这个对联的话，只要它不坏，它依然让人多有能量，好，都是经过加持的。气宇之变始于行动，请即刻点击评论区置顶链接即可参与活动。更多的活动详情，我们也会发布在道元关节的 FB， 大家可以持续关注。我将在群内以明晰的指引，助你铺就新年的顺遂之路。2026年，我们从容布局，稳健前行。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道元关节的频道，我是安南。Hello， 大家好，我是道元。道元老师，近年来呢，我们经常能听到一种说法，就是在台湾地区，他们常以这个中华传统文化保存地自居啊。但是呢，有一种尖锐的声音提出了一个批评指正，就是说台湾在历经日据50年，台湾的玄学体系早就已被神道教文化冲击，悄悄的污染了。那么先生是如何看待这个极具争议性的一个观点呢？其实如果你有了解的话，其实蒋介石当年除了带走了中华民国的财富，其实也带走了儒释道家里的正宗，比如说我们的天师63代天师张安甫，就是所以蒋介石到了台湾去的。很多人其实都带到了台湾，其实在台湾也做到了开枝散叶。但是我们的内地，它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发源地啊，它是祖地，它是祖庭啊。我们的人是跟谁学习的？我们是识天地的，有这样子的地理环境，才孕育了这些文化。是，所以经过几十年的发展，越来越正宗，对，然后越来越复兴。你看，台湾或者是整个东南亚地区，他们的这个传统文化都在没落。所以如果你们有了解的话，你就会发现，现在台湾的道家的人要跑到龙虎山来交流，来朝拜祖庭。如果你愿意走进内地的话，真的，它是藏龙卧虎的。是，但是台湾因为有被那个日本那边，其实它会有一些文化渗透进去的，它的源统的东西就会有一点改变了。在这个方面的话，我们应该怎么去看呢？首先，我们讲台湾是一个岛国啦，是，对吧？然后的话，并没有像我们内地这么幅员辽阔的这种土地了，它会被外来文化的这种影响，这个是肯定的。渗透到了。台湾被日本其实也殖民过，它对于一个地方的统治的，除了是一个政治形态上面的，还有意识形态的东西。意识上当然就是文化啦，它的宗教啦，它的信仰啦，整个台湾也会有信仰靖国神社的，对啊，也会参拜靖国神社的。他们更趋向于日本的文化，对他们对中国的可能还会排斥，比如说很多的台独，不就是这样子嘛？是，对吧？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我们的内地就没有办法被他干扰到。是，自古以来有那么多的文化，比如说我们知道佛教是外来的，经过我们中国慢慢的改良成为什么，跟我们的儒家和道家结合，形成了新的禅宗，形成新的这种佛学体系。如果你的一个意识形态如果不是和我们的文化形成融合的话，我们其实就是有强烈的这种排他性。对。那在台湾的话，其实我知道是紫微斗数是最出名的，一些解释可能会跟我们在内地的不太一样，加入了一些日本的占星的那些术数在里面的，比如说一些西药的理论呐，一些阴阳师的一些思想，它都是融合了一些日本的东西在里面的。你想，这就是文化的融合嘛？不管是哲学思想体系里面的有文化的融合，还有就是玄学术数里面也会有这个融合嘛。我举个例子哈，在台湾它一定的姓名学跟我们中国的姓名学不一样。对，台湾的姓名学就是学日本的81定动数，对不对？这个天格、地格、人格、外格、总格，对吧？还有天地三才，是不是要计算这个东西，对不对？是。那不就是花天下之大计而不扯淡吗？对，但是你看台湾人就要用啊。包括一些东南亚的师傅就要用啊，哎呀，这个，然后取名字就这样子啊，对不对？所以他就不了解中国人的文字啊。但是这个文字发源于中国。对，他不了解中国的文字。其实中国人的文字是什么？中国人的文字是全世界没有过的。这昌吉造字以来，它是天地的符号。我今天跟大家独家去揭秘啊，中国的文字是天地的意志的符号，所以中国的文字每一个字都有能量。日本人取名字，比如说台湾人现在很多的姓名学大师取名字，他可能要加上日本的那个天格地格人格，对，然后对笔画有要求，其实都是花天下之大计，他都不需要的。我就以这个例子来讲哈，就是日本人的文化入侵到这个台湾，台湾人又有觉得自己我是文化正统的这种优越感，然后又吸收了日本的神道文化或者日本的这个玄学体系里面的这种东西，就比如说你说他的紫微斗数吸收了这个占星的东西，其实全是糟粕啊。就是我们的姓名取名字，第一我们要注重五行啊，用神五行去取。然后呢，还有呢，取名字还要干嘛呢？用象意。就中国的文字上跟你讲贬义词就是贬义词，好的词就是好的词。比如说喜、乐、平、安，这都是好的。比如说苦、难、死，就一定不会用在名字里面，不可能用在名字里面的。对。然后呢，还有生僻字绝对不用，他用的人少，他的能量就弱。我看到很多台湾的书取个名字，那个名字那个字，然后呢可能只有你认识，别人都不认识的。很弱又不通用，所以我们用名字的都要用比较通用的。他们认为自己是很开放很包容，但实际上变成了一个四不像的东西。我们内地，对吧？我们中国，我们大陆把这种正统的这种文化的基因给它继承下来了。对，因为我们中国人的文字每一个字它都有能量的。是。好，文字有能量，所以你看我们中国的符咒是吧？符咒就是不被普通人熟知的文字符号。对。文字是被普通人所熟知的天地符号。那些符咒就是什么？我们道家的人以传承的方式去这样子传播的。它也是天地的意志，所以只有少部分的人能调动得了这个天地的意志。而大众的文字它也有能量，所以你教的越多，这个能量就在你身上会得到展现嘛。就说你说我很健康，我很健康，其实这个文字的能量就加持在你身上。如果你说我很弱，我很弱，我非常弱，这样就那么就是这样子。那比如说我们今天我们录得很顺利，那我就说今天我们赚得很好。它基于文字的语言系统，它就可以带来给你状态整个状态这种调整啊。没错，就它就是一种能量，所以我们中国的每一个文字，它都是天地的符号，是天地的意志，它可以加持到自己，也可以加持到别人。是，它可以赐福给自己，也可以赐福给别人。台湾人他永远不明白这个道理，日本人明白这个道理吗？他们连文字都没有，所以你就不要讲这个台湾是否是这个正统的根本都不要讲了。根在我们这里，你说谁是正统？那如果说是按照这样的说法哈，这种污染是没有办法说逆转的吗？它没有办法保存好我们完整的一个派系的吗？回归你回归你保持很好的这种交流然后的话到中国的这个文化的发源地是吧？主庭是不是儒家有儒家的主庭道家有道家的主庭，佛家有佛家的主庭各个宗派有各个宗派的这种主庭你回归你回来找到你的那个初衷和初心那如果是面对这样的一个局面的话，就像是有一些可能兴趣爱好者，他可能会说想自己去学习，那他应该是如何去分辨他到底是台湾那一派的，还是我们真正的传统这一派的呢？多是去体验吧，不要偏于业偶嘛。
不要讲哪个老师很厉害，我觉得大家都要去体验，对，你要多学习，就是不管是哲学层面的还是这个术数层面的东西，其实你首先看这个师傅的德行吧，那我觉得其实道远老师就很适合当老师，可不可以简单给我们的观众朋友们介绍一下自己？好啊，大家可能对于我，我们参加节目的时候对我有一定的了解，但是现在随着那个节目的播出啊，热度没那么高了，我也很少去真正的去介绍过自己。那么今天呢，先生好好的介绍一下我自己。那先生是儒释道兼修，那么儒家呢，我们是正统的，我们家出过大儒，就是王传山先生，我们是圣人之后。那我是传山先生的第15世嫡孙，那么我是嫡系，家学400多年。其实你知道那时候三朝南迁啊，就是中原的文化南迁到这个湖南，我们家族就是承袭了中国的文脉，也就是说是儒家思想集大成者，其实就在我们家族。那么道家的传承呢，因为我自小呢就跟师傅修行，我19岁跟师傅上山，那我是原学派的第9代弟子，而且我们这一脉是什么？一代单传，我师傅只收了我一个，我师爷只收了我师傅一个。那我的师傅就是当代的天师，第55代天师张金涛，所以这是我的道统。那我也是在天师里面我是骡子辈。佛家的传承，那先生也是有的，我是禅宗的正统的传人，所以儒释道我们都有兼修，这个儒为表，道为骨，佛为心。所以如果你要修行，那你一定是儒释道兼修的，因为儒释道就代表中国的传统的文化。这个是哲学层面的东西。那当然有术数的东西，就是那先生会的术数呢，比如奇门遁甲啦、八字啦、六壬啦、梅花啦、数字能量啦，这个是算命啦。那么还有就是你风水体系里面的这个玄空风水啦、八宅啦、国论阴阳啦、阳宅山药啦、金锁玉关啦，其实这都是先生修行的。我们道元观觉这个频道，然后的话给大家去输出这样子一些内容。大家如果有对我想有了解更多的，就是可以点我们的这个关注，对，然后你们想听什么，那也可以反馈到我的评论区，然后对以后一一的给大家去做介绍。我觉得与其说去网上找一些就是很多视频这样去胡乱的看，不如去跟随一个正统的师傅，一个靠谱的师傅，我觉得比什么都重要。你不能够说哪一个人出来就是说我自己是谁，哪怕你再厉害，那如果你没有传承这个东西在的话，我觉得你可能都不要太信任吧。就算你无师自通，如果你在上面没有人，你做这个事情，然后的话，你也没办法去承载因果。就你看到很多的风水师做着做着，自己就没了，做着做着身边的人没了，你祖辈没有人去帮你去背因果。对，很多你要研究很多年的道理，可能只需要师傅一句话。如果大家是想要学到真东西的，我觉得可以去添加我们的 WhatsApp， 然后跟我们的道元老师去学习。那其实观众朋友们，你们是否认同咱们台湾玄学已经受到污染的这个观点呢？在你们接触或者是传承的学习当中，是否也有感受到某些难以言喻的意志感？欢迎在我们的评论区给我们留言互动。那我们今天这期节目到这里也差不多结束了。如果说大家有什么想看的内容，也可以给我们评论区留言。那我们就下一期再见。好的，下期再见，拜拜。拜。